OK，现在应该已经开始了。呃，开始了吧？大家如果能够听到声音的话，就给我，回复一个一，是不是已经开始了？开始了，OK。呃，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记。今天是2024年的8月17号，星期六。那今天呢，我继续我的这个每周的这个读评。Boris，非常感谢啊！继续我的这个每周的读评。那今天先跟大家说一事儿，今天正好我有朋友从国内来新加坡玩儿，然后在乌节路那边有个酒店叫 Yotel 吧，好像是叫 Yotel。然后我在等我朋友的时候，正好也我这么少这个follow 量的这个 UP 主，然后竟然也碰上一个朋友，然后上面就问我说：“你是不是土拨鼠？”我说：“啊，对对对对。”让我挺震惊的。我说我的这个和我的这个粉丝数量不一致。反正就是说能够在这个新加坡这儿也碰上我的这个，粉丝吧，也是真的是让我特别特别高兴，这是让我今天一整天都特别高兴的一件事儿。OK，那今天的话，我还是像以前一样，先那个读一下评论，然后呢，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在留言区这块儿就提出。然后呢，我大概读一会儿之后呢，那个我们再转到这留言区这块儿来跟大家一起讨论。那就先这个开始，请稍等，我要共享一个屏幕，因为第一个问题就需要用到屏幕了。OK，我这里面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观众叫做 Powerful Strong，对我那期那个解码神秘的前苏联载人登月3那期节目里，他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用质子火箭发射的联盟 7K LK 飞船，居然连一次载人飞行都没有进行过，就是说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呢，应该就是这个质子号火箭发射这个联盟 7K LK 飞船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明细表吧。我可以看一下1、2、3、4、5、6、7、8、9、10、11、12，总共这个里面显示了12次发射，然后呢，其中没有一次是完全的完成了任务，只有3次算是任务基本完成，还有一次呢是算是绕月成功，但是呢，它的这个载入的飞行器在着陆的时候却坠毁了。从这12次的这个实验我们可以看出来，在当时不管是质子号火箭，还是LK 的这个飞船，恐怕现在当时的可靠性都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特别是质子号火箭。所以呢，就是说，以这样的一个成功率，不管是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允许它进行这个载人飞行的。而且大家要知道，就是说这种载人飞船，一旦出现了故障之后，问题就比较大。因为我们要做的是一个可靠性的这个统计，它有相应的这个计算的非常复杂的一个计算模式吧，都不能说公式，非常复杂的计算模式。所以的话，它主要取决于的就是，第一，你实验的子样数量；第二是你失败的这个子样数量。如果你出现了一次失败，你想保证足够的可靠性，你的整个这个实验的总数就要大幅增加。所以像，现在的这个咱们能够看到这个用质子号进行发射联盟 7K L1 飞船去绕月飞行的，从目前咱们就仅从这12次实验来看，那它这个可靠性是完全不足以支撑进行载人飞行实验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前苏联最后没有让这个 7K L1 飞船进行载人飞行实验，基本上呢，还是出于一个，比较客观的、
比较客观的一个这个就符合科学规律的，就是你放在中国，估计也不会让它进行这个载人飞行实验的。因为这个只从这个成功的这个概率上来看，那就是这个太低了。不可能要把宇航员放在这么大的风险的一个环境下。然后我要强调一下说这个有些人就也同时也在说这个 Liner 飞船 Starliner 飞船，那它飞到国际空间站，人家就说我看到有人就是以前啊，有人在我的那个留言区里就评论说美国的 NASA 对这个宇航员的生命不负责任，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实际上 Starliner 飞船出现的这些故障到目前为止，就是说送他们上去的这个过程，根据它的表现，并没有出现可能危及到宇航员生命的这个严重故障，所以才会有这个NASA 才会让它继续往下走。那现在要返回的时候，Starliner 飞船出现的故障是有可能危及到宇航员的生命的，所以就那2名宇航员就迟迟不能坐 Starliner 飞船返回地球。实际上本身的话，等于判断的原则是这样的一个原则。然后我看看啊，下面的就是说，有朋友在这块儿，评论说这个，最近深蓝还有一家公司都准备试飞，可重复火箭了，然后让我来对这个来，叫做什么呀？做一些，呃，评论吧。有关这一块儿的话，实际上我查了一些资料，我觉得可能存在着一些误导性的东西，那我也给大家看一下。稍等，我共享一下屏幕。我现在查到的有关深蓝的这个，就是所谓的深蓝要进行这个可重复使用的，可能就像类似一个像现在屏幕上显示的这样的一个画面。那这块儿的这个是爱提之家这个网页嘛，然后他在这块儿说中国首型首飞即回收火箭，深蓝航天宣布星云1号8月底实验。然后我看了一下它所谓的这个星云1号火箭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因为这个我没法缩小，所以可能大家看着有点累，非常抱歉。整流罩直径4米，然后呢，这个火箭舰体的直径是3.35米，3.35米呢，这是中国火箭的一个以前的火箭的一个标准直径。像长征1号、长征2号，长征3号，长征7号火箭都是这样的一个直径。至于为什么选择这个直径呢？这是因为从当时的主要的发射场是在比方说是在西昌，或者说是在这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那火箭的舰体的生产呢，原来是在北京，生产完了之后要运输到运输到发射场，就是不管是西昌还是酒泉，嗯，使用的交通工具是火车，而这些火车一般通过的时候会有一些隧道啊这类的这个涵洞啊这类的东西。那这个隧道涵洞，它的宽度实际上是有一定要求的，这就要求了你的火箭的舰体不能超过它的这个建筑限界，而且我们在运输的时候，为了保护这个舰体，还会在火箭的舰体外面加一个保护罩。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有限制了，火箭的这个直径的发展。到后来我们搞长征5号运载火箭的时候呢，就考虑到也是一个铁路运输的问题，所以就打算用船运，这就造成了2大点。第一点就是那个发射场放到了海南，也就放到了海南的文昌卫星发射中心。第二个就是火箭的生产厂放在了天津，这样的话从天津出厂之后直接装船运到海南，从海南卸船之后直接送到发射场，不需要经过隧道啊、涵洞啊这类的设施，也就不用考虑建筑限界的问题了。这就是主要是从这一点出发的。那好，我们回来继续说这个星云1号啊，往下看，你看它这个总体布置，
和猎鹰9号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包括我看左侧的这个底部的这个视图，也能看出，它的这个底部也是和猎鹰9号一样，安装了9台发动机，然后2级火箭安装了1台发动机。这整个这个设计模式是完全参考这个猎鹰9号运载火箭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查到的像深蓝这家公司，它到现在为止好像连公里级的这个1级的升空，我们叫蚂蚱跳了，升空，然后再落回地面，呃，这样的工作都没有做到呢，到目前。现在好像就是那个航天科技集团曾经做过10公里级的。实际上我在我以前的节目里多次谈到，这个可重复使用火箭，你想真正这个让1级可以回收，然后可以复用，是要经过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那一般首先要经过的过程，首先是分成2部分。第一部分是1级火箭，你要去这个测试它的这个回收能力。另一部分是你这个火箭要能发射入轨。像 SpaceX 就是先是分成2条路来走，一方面它让它的猎鹰9号火箭发射入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它是拿猎鹰9号火箭的1级在做这个蚂蚱跳实验。一般先跳个100米高度，或者几百米高度吧，一般先是这样，然后一般是2公里、3公里这样一个高度，然后是第3步是10公里左右的高度。到了10公里呢，就进入了平流层，等于这个和大气层的这个有关。然后再往上要跳到这个要到大约75公里的高度，这就基本上进入了这个热层，或者比热层再高一些，对，热层，差不多到这样一个高度。然后有的还要安排一个120公里左右、100公里左右的，有的就没必要了。你最少要做到75公里左右的这个蚂蚱跳，就是火箭从地面1级火箭从地面起飞，飞到75公里高的高度之后，然后再受控的落回到地面。你把这个实验做完，另一条线上，你的运载火箭能够成功入轨了，你把这条线截完，然后是把这2条线结合在一起，就等于是，你现在可以去测试你的火箭，就是用来发射入轨的这个火箭，然后呢，你再让它落回到地面上来。即使是这样，SpaceX 当时的猎鹰9号大概也经过了10几次失败，最后才成功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就仅看这条消息说8月份的时候，它这个消息说是应该，计划在今年进行星云1号火箭进行首飞。那么第一，它的火箭还没有入轨过，这条线它还没走通。第二是另一条线，就是它的1级火箭也没有成功过进行过，比如像是10公里，我没有看到报道啊，10公里或者是更高的75公里高的这个，叫做就是蚂蚱跳实验。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它这个整个这个报道是有一点不实的。它的最大的可能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星云1号火箭设计上是可以重复使用的，但是它这次首飞不一定真正去做这个1级回收的这个测试。或者说即使做这个测试，它硬上做这个测试，我觉得成功的概率也非常非常低，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这个人感觉可能是和报道上有关，因为它基本上不太符合，从技术上的这一个流程。然后我们现在看下面，还是这个星云1号，那它整个这个飞行的这个任务剖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实际上是和猎鹰9号火箭的这个1级在地面着陆，在海面着陆，在海面着陆是非常接近的。它也没有猎鹰9号的那种复杂的，因为猎鹰9号有2种1级火箭的回收方式，一种呢是这个1、2级分离之后，那就像现在屏幕上显示的似的，
一级火箭做一个摆尾的动作，把原来向后的这个火箭的尾部呢摆到向前，然后呢在航道上降落到这个运动前方的，就是等于还是原来的这个发射方向，运动前方的这个在海面上或者是在陆地上的着陆场上。但是猎鹰9号火箭呢，它还有一个更复杂的这个返回方式，就是一级和二级在分离之后，那么一级火箭做一个空中翻转的动作，然后飞回到发射场附近。那这个动作实际上，对于就是说我加快这个猎鹰9号这个发射的这个频率，提高它的发射频率，缩短这个发射时间，缩短这个第二次发射的时间是非常有帮助的。正是因为有了这项技术之后，那个 SpaceX 公司才能够把这个技术就是应用到星舰上，也才能够出现为后来星舰的这个用筷子来回收这个一级的超级重型助推器的这样的事儿。这就是有关于这位朋友在谈到让我谈这个呃叫做什么呀？叫那个深蓝这家公司，它的这个火箭这一块儿的事儿，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我不知道我基本上说清楚了没有。然后如果还有什么，朋友们还感觉有什么不是特别清楚的地方呢，就可以在留言区留言，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讨论。下面的呢，就是我看看啊，还有什么？这个北美这个雄吉，在我那期这个猎鹰9号火箭发射这个 World View 卫星的这期直播里面就在问，就是说怎么样来保证这个固体火箭助推器的这个燃烧均匀不偏转。这个的话，最主要的一个控制方法，实际上就是要进行非常严格的这个质量控制了。然后呢，另一方面呢，是本身的那个火箭的新一级一般使用的是一个液体发动机。那个液体发动机呢，它一般安装有摆动式的这个喷管，可以使这个喷管在以它这个轴线为，就是说喷管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小幅的摆动。当你的助推器的这个推力，就是不同的助推器的推力出现一些微小偏差的时候，那么我就通过新级火箭的这个助推器的来摆动，进行一个微小的调整，来平衡掉你的这个因为助推器推力不平衡而造成的偏转力矩，主要是通过一个这样的过程来实现的。然后这个柯晨在我的那期星舰和 SLS 比较，这是一个很老的视频了。在我那期视频里，就在这块儿，就是向我提问呢，就给我留言，就是说马斯克从来不用固体火箭助推器，是因为它无法重复使用吗？要不然是星舰挂上几个，要不然星舰再挂上几个助推器，运输能力就更强了。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实际上，不是特别好说。为什么？就马斯克为什么不用？我觉得不是特别好说清楚的。但是就是说那个事实上呢，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固体火箭助推器相应来讲价格会高一些。它的等于一个特点嘛，第一它推力大，第二它的这个比冲小，第三个就是说它那个价格相对来讲比较高，但是它发射需要的这个维护措施比较简便。然后呢，所以它这几个特点基本上是表现的，它最通常的是适用于这个导弹，不管是弹道导弹还是巡航导弹，那用的比较广。然后在美国的 NASA 还用于，因为利用了它推力大的这个优点，一般呢会把它用到这个固体助推器上。然后但是它可重复使用的这个方面就很小了。你就比如像航天飞机的那个固体火箭助推器，包括 SLS 火箭的固体火箭助推器，名义上说是能够重复使用的，
但是大家要知道，所谓的固体火箭助推器，实际上就是你可以把它假想为一个壳儿，然后浇上一堆火药，这就形成了一个固体火箭助推器。所以你重复使用的也只是那个壳儿而已。而且你在重复使用的时候，因为固体火箭助推器它工作的时候，它的这个温度还是非常高的，所以可能会对壳体造成的一些损坏。你要想重复使用，还要进行很多检查，这些检查也是要花费成本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固体火箭助推器复用的这个成本也很高。如果马斯克就说从我来讲吧，假如既然我的液体火箭助推器已经能够重复使用，然后我的火箭的这个推力也还可以接受，还是能够满足我的总体要求的话呢，那我从我公司经济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角度讲，我觉得就没必要去选用固体火箭助推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什么呢？就是你看马斯克的这个 SpaceX 公司，它的猎鹰9号火箭也好，星舰也好，那它的这个最核心的几项技术，最关键，比如像发动机技术什么的，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的。但是如果要是说你使用固体火箭助推器，最少固体火箭助推器这一块儿的技术，马斯克是不掌握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从公司自己保证自己的这个核心技术上来讲，我觉得他也不要使用固体火箭助推器比较好。所以从这两点，第一点是从2点到3点吧。第一点是从成本上，不一定划算，而且呢，它也不使用助推器，它也有其他的这个解决方法来达到目标。那么这就显得它更不划算。第二个呢，就是说它如果要是用了固体火箭助推器，那最少固体火箭助推器这一块儿的技术，马斯克最少到目前他是不掌握的，他没有这个核心的这个控制能力，也没有这个固体火箭助推器的这个研制能力，最少到目前是这样的。那等于他就容易受制于人。所以从这两点上来看，我觉得也是他不要使用固体火箭助推器，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这就是那个柯晨，我对您的大概的这么一个答复。然后这个还是这个 Powerful Strong，在我的那个前苏联就是载人登月计划的那个第一期节目里问到，就为什么苏联的飞船飞掠月球飞行的 Zone 的系列任务，最后都没实现载人飞行。那我刚才就是也已经给这个就是大家展示了一下，质子 K 号火箭携带这个联盟7K L1飞船的这12次飞行任务，它真正就是说基本成功的只有3次。还有一次的话呢，就是算绕月成功，但是飞船在返回的时候坠毁了。其他的就可以算是没有成功。所以总的来讲呢，那它这个成功率实在是太低了，不能够不能够满足这个载人的要求，这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柯晨在我那期这个新世纪的火星探测器，这里面就问到，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美国的那2个火星车啊，一个是早些时间发射的，大概在2010年左右吧，发射的这个好奇号，一个是后来发射的这个几年之后发射的这个毅力号。他就问为什么计算机系统的这个没有进行什么升级。事实上，好奇号和毅力号实际上是2个基本上是同时生产、同时研制的一个火星探测器，就是火星车了。这种不是轨道探测器，是火星表面探测器，这个火星车。那当时毅力号是作为好奇号的备份来这个怎么说呢？进行这个投产的。他们等于基本上是按照一套设计方案来设计的，然后呢，同时投产了2辆，一个主一个备。那好奇号发射成功了，然后进入火星成功工作之后，
后来几年之后呢，NASA 觉得就是说，光一个好奇号不够，那么呢，同时为了降低成本，他就把毅力号也送到了火星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这个好奇号被送上火星的时间是几年之后，但是它真正生产的时间还是比较早的。后来在好奇号取得成功之后，毅力号被发射送到火星上之前，对应的任务的调整，对应 NASA 的任务调整，那么它对毅力号进行了一些小的改进。但是像火星上的像这个探测器的计算机系统啊这类的东西，这属于重大的系统，一般我们在航天上是不会，对这些系统轻易对这些系统进行特别重大的改进的。如果要是说我们新研，比如我们现在再发一个火星车上去，那么有可能，会有这个，就是说比较大的变化。但是如果要没有的话，那就是会像这个好奇号和毅力号这样。事实上，美国在搞这个火星探测器的时候，它一般 NASA 在投这个火星探测器的时候，一般都是一次性投2台。因为如果你搞1台然后失败了，实际上你的这个研制成本均摊是很高很高的。你搞2台的话，实际上总的来讲你会降低你的这个研制成本，这是一个事儿。然后相应的，你例如在上世纪70年代发的这个，海盗号火星探测器，就是最早它在火星登陆，然后完成这个火星探测的海盗号，就是分了海盗1号、海盗2号。实际上这2个探测器就是互为备份。然后在这个21世纪最初的10年发射的这个，勇气号和机遇号2个火星探测器也是互为备份的。等于美国它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那相应的对于中国来也是一样，中国的嫦娥这个月球探测器，嫦娥1号和嫦娥2号实际上是互为备份的。那么嫦娥3号和嫦娥4号是互为备份的，嫦娥5号和嫦娥6号也是互为备份。就是说这些探测器的一些，呃，等于中国和美国基本上都相似的这个，嗯，探测方法吧，大概是这样。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我看到现在这块儿的留言不是特别多，然后那个我就继续再看一下下面的评论了，然后要有什么别的问题可以留言。另外呢，就是也不要忘了点赞啊，我看现在点赞的数还是比较少的。然后我看看，呃，我看这位朋友，这个叫呆，是叫呆吧？稍等，我看一下。嗯，我都不知道这个字怎么读啊，两个呆在一起，是不是念个呆字啊？呃，说中国有民营飞机公司，是那种通用航空小飞机，类似于塞斯纳，有好几家，其中有家收购外国公司，销量还不错。是这样，现在的话等于中国就是说在特别是航空吧，可能航天人家的保护还比较多。特别是航空这一块儿的话，那像海外的这些投资，也的确是，挺多的。嗯，然后我再看后面的这块儿有点儿乱了。还有好多还是在评论我那个就是那马骏的那期节目。实际上我觉得，嗯，实际上我觉得，嗨，不多说了。他的那期是我觉得他说的话真的还是挺对的。不管他到底是因为大外宣还是因为什么，但是我觉得最少他的这个价值观，他的他这个价值观还是要就是说还是要对他表示支持的。
总比那些满口厥词的要好得多。然后这个 Taekwondo 评论我的那个上一期读评里面就说我用西方这个词是中俄视角专用。实际上这个我也没办法了，因为毕竟在国内待了那么多几十年，然后，呃，肯定会有很多这样的影响的。反正我尽量再调整吧，大概只能是这样。行，我看看现在好像留言并不是特别多，那如果要是这样，我就先把现场的留言的这些，话题给答完，然后咱们可能今天正好也早点儿结束，然后我今天正好也稍微有一点儿累。中国火箭为什么不能学习美国太空梭用飞机载？我觉得这个恐怕是和中国的这个大飞机真正的大飞机的这个运载研制能力是有关的。美国的那个航天飞机是用的是这个波音747，那航天飞机70年代推出的时候，同时也就相应的拿波音747改制了，可以这个，用这个可以用于这个，运载航天飞机的波音747，专门改制了，包括把尾翼啊，把那个机翼啊，都进行了改制。然后前苏联当时搞暴风雪号，实际上前苏联搞了4架航天飞机，具体每一个飞机是叫什么号儿我记不是特别清楚了，就是有一个是暴风雪号，暴风雪号应该是最早的一个。然后呢，他呢还专门在那个安东诺夫设计局为他设计了安225，运输机。那个运输机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运输机。那安东诺夫设计局呢，原来实际上它是位于乌克兰的，所以在暴风雪号后来退役之后，就是这个项目取消之后呢，那么这个安225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飞机也就是一直留在了乌克兰。那由于没有航天飞机任务，它也没有再继续生产新的安225，等于全世界就那一架，然后这一架还留在乌克兰。后来呢，一直到这次俄乌战争的时候，在2022年，然后被炮火给摧毁了。这应该也算是一种遗憾。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这么看，不管是俄罗斯或者说前苏联，还是美国，那么使用火箭来运输这个飞机，它这个运输航天飞机啊，或者说运输火箭，它都用的基本上是它当时最大的这种这种基于客机或者货机，就是这种大型飞机的来搞的。那我们中国现在最大的飞机呢，大概从2块儿来说吧。第一块儿就是所谓这个 C919，我们叫国产大飞机，但事实上它根本就不算是什么大飞机。C919这款飞机，它对应的是类似于空客320或者是波音737这一系列。这种系列它的成员大概只有170人左右，而且是170人是全经济舱布局，还不能是带这个商务舱的，是全经济布局。然后它的承载能力呢，大概也就是个60吨，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平，最大可能就到60吨，是这么一个水平。所以，运载能力是非常小的。那你对比像波音的777、787，像空客的330、340、350，那你要小了不少，那就更不要比这个像是波音747和空客380了。这是中国的在这个客机这一块儿。那中国在货机这一块儿，现在最大的这个运载能力的呢，就是所谓的这个运20。这个运20实际上是什么呢？是类似于拿俄罗斯的这个伊尔76的中国的仿制化产品吧，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实际上是，等于血统源自俄罗斯的伊尔76。那这是一种大型的，叫做什么呢？大型的这个，呃，就是军用运输机。那这个运输机的话，它的运载能力大概也是60吨左右，所以它的运载能力也是非常非常小的，也不能足以满足这个，
就是运载火箭的这个，因为我们基本上来看，你就像比方说像星舰那样的那个火箭，它不加注的情况下，我估计星舰的超重那一个，大概它的质量就干重大概就得有200吨，星舰飞船可能也得有50吨左右。然后这个猎鹰9火箭的话，它的这个一子级的干重，我估计也得要30-40吨。但是除了重量之外呢，它本身的这个体积也是非常庞大的。如果你的飞机这个就是说火箭的体积很庞大，放的你的飞机又很小，然后呢，你把那么庞大的这个火箭放到这个机体上之后，会对飞机的这个气动外形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你会让它的飞控根本就无法承受。所以在中国目前实际上没有自己研制大型飞机来运输火箭的这个能力的，差不离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或另一个角度来看，919这个飞机的这个可能它的这个飞机机体的这个直径，可能也就是个3-4米的样子。那你如果要是想3.35米以下，我们已经能够用火车来运输了，3.35米以上，我们才需要用飞机。但是你现在坐的最大的飞机的这个机舱的直径可能也只有3点几米，那差的还是比较远的。你要真的想是去做出来能用来运火箭的那个飞机，就是你最少得是个双通道的飞机，不能是像现在这种单通道飞机。所以大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我不知道我解释清楚了没有？然后这个 YF 王，超时空接触里电影里讲了为啥老美做事儿总要2份儿，是吗？这个电影儿超时空接触，我听说过，但是我没有太看。嗯，有机会我去看看吧。乌克兰当然有向中国转让过一部分航天技术。实际上，当时我在来坡县之前，实际上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曾经想那个，就是不是啊，就是我们那家公司曾经想采购乌克兰的这个火箭发射的牵制释放技术。所谓牵制释放技术，就是你看那个火箭，美国的火箭，包括俄罗斯的火箭，它的这个和中国的不太一样。等于它火箭的先是起飞的时候，先是发动机点火，那是负2秒钟的时候发动机点火，然后0秒钟的时候是起飞离开发射台，大概是这样的。但是中国的火箭那个0秒计时，实际上是只记的是那个发动机点火那个时间。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是因为中国没有那个牵制释放装置，那么它点火了以后，火箭到底什么时候离开发射台，它没法儿预计。等于是不是特别好预计，所以不准确。所以呢，就是中国的那个0秒实际上是点火时间，而美国、俄罗斯包括印度，它那个包括日本，它的那个0秒都是火箭离开发射台的时间。它的发动机点火一般是负几秒的时候就点了。所以就是说等于中国一直没有搞成这个真正有实用价值的这个牵制释放技术。那为什么要有这个牵制释放技术呢？这是因为在航天的早期，发动机一般经常会出现故障，出现故障以后就会造成这个航天发射的失败。那后来，美国、俄罗斯等于他们都采取了一种方法，就是我设计一套这个装置，让发动机点火的时候，我这套装置抓住这个火箭，不释放掉，卡住这个火箭。然后你发动机在那块儿测试，当确定你发动机工作正常了之后，我再通过控制系统下放指令，让你这个锁紧的这个装置打开，然后你的这个火箭再离开发射台。你采取了这个措施之后，那火箭发射的这个成功率就会得到比较大的提高。但是中国，出于实在是太复杂了，我不想多给大家解释了。然后就是那个，就是等于最后就一直没有，实际上有设计过很多方案，包括我也设计过很多方案，但是呢，就没有人敢拍板儿说真正往上用，或者说是就应用到火箭发射当中去，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后来呢，当时我那个等于在2021年左右吧，当时我所在那家公司曾经想从乌克兰来购买俄罗斯的这个牵制释放技术。而且进行了很多轮商谈。那谈对方的这个乌克兰方面呢，跟我们接洽的，实际上的这个对方呢，就是南方设计局，也就是我在我的前苏联的载人航天神秘的前苏联载人登月计划那里面谈到的586设计局，就是杨格利的那个设计局。实际上我们当时就和他谈过，然后我们谈过好几次，我们就和乌克兰方面在谈。那那个时候还没有进行过俄乌战争，我感觉那个时候的那帮乌克兰人，实际上我觉得当时他们是很腐败的，真的是很腐败的。而且当时因为我自己也已经设计出了那个方案，然后乌克兰方面的那个要价非常高，几千万吧，大几千万美金。然后后来我就跟公司谈，我说是没必要啊，我们这个技术实际上我就给他们看我的方案图嘛，然后后来基本上实际上公司是准备采用了，我不知道后来我来到新加坡之后，公司后面怎么搞的，那我就不太清楚了。但是这只是一方面，从其他方面上来讲，就是我给你举的只是一个例子。那从其他方面上来讲的话，实际上也是有很多的技术。那我这只是一方面，实际上不管是从国家层面，还是从这个商业航天公司方面，应该都和乌克兰这方面有过很多的这个接触，就是这样子。李好才，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啊。您好，您好。然后地球轨道对接比月球轨道对接难吗？为什么前苏联会计划先进行月球轨道对接？不是，它的这个前苏联原来是最开始按照科罗廖夫的方案是想进行地球轨道对接，后来因为存在着一些问题，最后包括就是说美国那方面采用了月球轨道对接，那前苏联呢，就也才采用了月球轨道对接这个登月模式，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是地球轨道对接所需要的实际上难度是什么？是火箭的快速发射技术和太空对接技术。就是我的火箭必须得要在这个很短的时间之内发射上去，因为当时航天器的寿命都很短，所以你发射上去以后，你那个要等待下一个航天器过来和你形成对接，你在这个期间你是要消耗推进剂的。如果下一个航天器在送上来和你对接之前，你的推进剂就消耗光了，那你就没法儿那个什么和下一个完成对接了，这是第一点。那当时的话不能够保证，就是不光是火箭的这个生产问题，因为我可以比方说我第一个生产好了，假设我用2枚火箭，第一个每个火箭带一个组件儿啊，然后2个组件形成一个登月飞船。那第一个火箭生产好了之后，我先不发射，然后等到第二个火箭生产好，然后再进行这个再把第一个打上去，然后再把第二个打上去。但是问题没有那么简单，还有和地面发射场有关。就是说发射场要为你每次发射进行很大量的准备，包括就是即便是到最后，我可以比方说，你如果要想非常短时间的发射，那么最好的方法是我同时为这个火箭建2个发射场，那2套班子包括操作人员，完全的同时，对火箭的这个部件都生产好了之后，然后进行测试，测试完了合格了组装合格了再测试，总装成了再测试，测试完了以后放到 A 发射台上进行加注，另一个火箭放到 B 发射台上进行加注，然后 A 打完 B 打。这个是比较短的，你就像这个实际上就是，马斯克现在这个猎鹰9，它有的时候比方说最多的时候，比方说一天能打3发，一般来讲一天能到24小时之内打2发，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在加州，一个在佛州，它等于类似于这么一套方式。
如果要是你只有一个台，只有一个发射台，然后只有一个火箭总装厂房和一个火箭测试工位，那你想在短时间内完成，现在还算凑合。现在的这个因为火箭发射熟了，我们整个测试流程缩短了，测试所需用的时间也短了，然后加注时间也短了。这些都缩短了，现在还行，在当时的技术下是完全不能实现，当时光加注可能就得要半天时间。那现在我们知道009号火箭的加注大概只要1个小时之内就能完成，但是在当时大流量的低温加注是做不到的，这就是等于快速发射这一块儿。然后还有的一个就是太空对接，在我的节目里也已经说了，那科罗廖夫当时提出这个方案，最早是在1962年、61年的时候，就地球轨道对接，他一直坚持到了1964年，但是直到1964年还是没有进行过，不管是美国还是苏联都没有进行过航天器的太空对接。苏联第一次进行航天器的太空对接是要到1967年还是1968年了。美国是在1967年，我记得，那苏联可能是到1968年，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水平啊。1967年，苏联是1967年，美国可能是1966年，大概是到就是3年后了。所以，但是你作为克罗廖夫作为3年前的1964年，你要提出的一套方案，不能是寄希望于我未来可以掌握这个技术，然后我现在的这个方案的登月方案就按照未来能够达到的，因为到时候你要没达到呢，那你整个方案不就废了吗？所以你必须得提出一套基于你现有的技术就能够可行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能够考虑在地球上组装登月飞船。所以我在我的那期就是这个前苏联这登月计划里，我不就说了吗？他们的主方案固然是，即使是后来用 N1火箭实现月球轨道对接，他们的主方案已经有了在月球轨道上这个联盟7K LOK 飞船和 LK 登月舱的这个对接，但是它一直都有一个备选方案，就是说实在不行的时候，我让宇航员通过太空行走，从7K LOK 飞船太空行走到 LK 登月舱，等到从月球完成完任务，如果那个时候就是说太空对接还没有实现的话，那我就让宇航员离开 LK 登月舱，然后在太空行走到7K LOK 飞船来返回，等于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嗯，我不知道我解释清楚了没有啊？然后还是这个 Powerful Strong 牵制释放技术哪个国家先用的？是美苏同时发明的。我现在具体是哪个国家先搞的，我不太清楚了。反正是，但是这两个国家用的不太一样。实际上呢，牵制释放技术就是说，美国我觉得它测试的方式比较多。那苏联的话，就是它的这个方式就比较少，它就基本上就是一种，实际上它是一种，机械式的。那美国的话，它既有这种机械式的，然后呢，还有像是这个航天飞机啊这类使用的是你比方说土星5号，它使用的是这种机械式的，然后这个航天飞机它使用的就是更简单爆炸螺栓，然后还有呢像009号，它使用的是一种液压的这个牵制释放装置，所以美国的它这个本身它呈现了一种多样化的这个形式。我觉得实际上中国最简单的话呢，就是研制这个爆炸螺栓。真想做的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爆炸螺栓。那个只是因为我和搞爆炸螺栓的这些企业也有过特别深度的交流，基本上我提出什么要求来，就多大轴力的这个爆炸螺栓，它就能够给我做出来，只要我能够给它留出足够的空间来安装就行了。这都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从这个你也能听出来，就是说基本上中国为什么这个牵制释放后来就一直不行，大概可能和技术不是主要问题。就跟我在说这个前苏联的这个载人登月的时候，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它的很多资源和精力实际上是耗费到了内卷上。而并不是技术问题。
一直以为牵制释放很简单，原来技术含量那么高。它实际上是牵制释放是这个意思。牵制释放的话，你比方说啊，我是用不管是4个也好，还是8个牵制释放装置来把这个火箭拉住。那么它第一个要求的是你的响应时间必须得快，就是一旦下达指令让你这个释放，你必须得在比方说200毫秒之内就得完成全部的这个释放。第二个就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要求你这8个装置或者说4个装置释放的同步性一定要好，这个要求更高。因为你比方说，如果要是说我都是200毫秒内释放，但是我第一个是0毫秒的时候，我一接到指令就先释放了，另一个是200毫秒的时候才释放，这个时候火箭起飞的时候，它等于火箭是歪的。所以的话，这个火箭歪了以后，那这火箭飞行姿态就会有影响。所以具体能够同步差必须得小于多少，这个参数，这个技术要求是要由谁来提呢？是要由火箭的控制系统，就谁来控制火箭飞行，控制火箭飞行的控制系统，结合火箭总体，然后来提出你牵制释放的这个同步差的这个各个不同的牵制释放装置释放同步差的这个要求，这是这个一个事儿。另一个的话就是说，我作为我设计牵制释放的这个系统的这个人，我要来考虑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第一要满足你同步差，第二是如果我第一次释放的时候，这个装置没放开，我要怎么办？我还要有一个备用措施。即使我启用了备用措施，那么我依然要求要保证到你在你要求的那个同步差范围之内，时间的范围内和同步差范围之内完成我的释放动作。这个是所以就是这才是它真正要求特别高的地方。但是如果使用这个爆炸螺栓的话，那么就相对来讲就非常简单。就是相当于我是最简单的方法，就假设这是一根爆炸螺栓，我上下各设一个炸点，等于这就是备份了。你那信号过来的时候，我2路信号过来同时炸，炸完这就同步差也解决了，然后这个什么也解决了，这等于是相对来讲，这是最简单的一个设计方案。所以，如果要是搞机械式的，相对来讲的确比较难。如果要是用爆炸螺栓的话，整个这个思路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但是，我为什么有的时候不是特别看好国内航天呢？但是因为中国的这个航天，实际上它有的时候，我觉得即使我面对一些搞技术的人，和他们去谈这些事情之后，讲起来也是比较费劲的。嗯，哼哼，谢谢啊。星舰的是对，星舰的它那个装置，我现在还没有琢磨太清楚。它那个装置和猎鹰9的还不太一样，它那个装置实际上是布在了那个发射台的那个内圈儿。呃，是我看着的话，我没算这个力，我感觉上如果它的那个弹簧机构什么的做的能够达到那么大力，实际上它用弹簧机构来实现，那个就更简单点儿，就不需要我们一直实际上我们做系统设计一般都是在强调，就是说，系统越简单，可靠性就越高，那个过程越短，可靠性就越高。我们一般来讲都是特别追求这个系统的可靠性，追求系统的简单，然后呢，这个便于生产，主要是在追求这个。所以我个人感觉它的这个星舰的那个置于发射台内圈儿的那一套牵制释放装置呢，它有可能是说是打开的时候可能要靠液压机构啊这类的东西打开，但是它真正执行动作的时候，我觉得完全没必要。不过我没算弹簧力，如果能够制造出相应比较合适的弹簧，直接用弹簧来实现的话，那可能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就是比液压的要简单得多。液压的实际上我觉得搞液压的话就不如搞爆炸螺栓。
你就像这个 SLS 也是搞爆炸螺栓，航天飞机也是搞爆炸螺栓，像土星5的那个机械结构，它等于是相当于是一个四连杆儿的那种前置释放装置。到现在来讲的话，这种应用，在 NASA 里不多了。但是，在猎鹰9号火箭上，倒是它猎鹰9号火箭，它尽管是液压，它是一种液压驱动，但是它的本身的形式，它的那个运动形式也是一个四连杆儿形式。所以就是说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是想说，比方说我看到有的时候我的节目里有一些评论在说，我说中国借鉴了哪个，然后学习了哪个，什么俄罗斯学习了日本，有些朋友看的，就是说不对，你在那儿胡说八道什么的。实际上，因为我就是做设计的，我还不清楚吗？你就像那个牵制释放装置似的，做出来之后，我把那些俄罗斯的，把这个美国的土星5的，把这个航天飞机的，把这个嗯猎鹰9的这个，然后包括把印度的，包括把日本 H2的那个什么的，我都琢磨了一个溜够。然后我不知道我将来设计出来的时候，我要去主要借鉴谁吗？我要连这个都搞不清楚，我还干什么设计啊？所以实际上你看其他的那些，也就是如果你做过设计的话，你基本上一眼就能看出来，哦，这个东西它源自于哪儿，这是没什么可说的。绕月与登月，没有技术连接吗？为什么 CCP 可以分成CCCP 可以分成两部分？实际上是这样的，绕月和登月肯定是有技术连接，登月可以看成是绕月的技术拓展，在绕月的基础上，你可以实现绕月了，然后你再去考虑实现登月。至于为什么前苏联最后要把它分成两个，我觉得这不是个技术问题，所以它既然不是技术问题，就不是我一个整天都是技术头脑的人能回答清楚的。我觉得你比方说是，就比如想这个中国经济想发展好一点儿，不是也有好多方法嘛，也就是从技术上讲，那为什么不走呢？是吧？所以这就没法说了。但是我倒是觉得，前苏联最后能碎成一地，和它这个把绕月和登月分成两个项目来做，肯定是有一定关系的，对吧？它这个就是说，它为什么把绕月和登月分成两个项目，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前苏联最后它碎成一地，肯定是和它把绕月和登月分成两个来做，然后这种事情，这类的事情他做的太多了以后，它就碎成一地了。星舰这次审批怎么拖了这么长时间？是这样啊，现在不是有人在告他的状吗？说他有环境污染吗？然后 NASA 是政府部门啊，然后有这民间呼吁，他就得有反应啊。我倒是觉得，这里面可能有第一，的确有这些环保部门的这个，但是这些环保部门，不是环保组织，有环保组织的一些从中的努力。但是这些环保组织的目的是为了真环保还是假环保的话，我不太好说，因为星舰用的是甲烷加这个液氧，它这个喷水能够甲烷加液氧根本就不会产生什么有害物质，它就是碳和氢，那加上氧烧出来就是二氧化碳和这个呃二氧化碳和水，它能够有多大的污染？你要说稍微说它加重了这个地球温室气体的排放，这可能还稍微靠上点边儿，但是你不喷水，它也加重。所以这一块儿的话，至于具体是怎么污染的，我也不清楚，它到底是怎么说的这一块儿。然后另一方面，我相信肯定这个友商也做了很大的努力，是吧？就是说这像什么 ULA 呀，这个蓝色起源呀什么的，我估计在这个时候都会努一把力，帮助这个 SpaceX 把它的这个星舰，在环保上做得更好一点儿。
对，李好才这个说的很对了。7K-L1飞船是自由归还轨道，只是像阿波罗13号那样从月球背面飞掠，并不像阿波罗8号那样进入环月轨道。这个我没太注意，我到时候我再详细的去查一下，因为当时本身做这个，载人登月这个话题，它的信息就太庞杂了，查的我很累，很费劲。所以的话，到后来它那个7K-L1这个绕月又没有载人，我没有太做过多的关注。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它整个的这个飞行过程，我觉得是非常不能够令人满意的。12次，然后没有一次完全成功，只有3次基本成功。然后这个一次算绕月成功，但是返回还失败了，剩下其他的都可以基本上归纳为失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当时没有太注意。对，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如果要是这个 Burton 你说的这个，如果要是不是这个 Powerful Storm，如果你说的那个是对的话，那就是说明，它可能进入月球轨道的减速还存在着问题，它的减速量可能不够。那有可能是它当时的这个推进剂的量不足啊，或者是什么原因，所以它不能够进入月球轨道，它只能够利用月球的引力来打一个弯儿，然后再飞回到地球上来，等于利用月球做了一个引力弹弓。那它最多可能是这样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恐怕就是因为它的推进剂的量不足，不足以实现这个在月球轨道的制动。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从地球飞到月球的话，它第一先是要进入近地轨道，这个时候飞船的速度大概是7.9公里每秒，然后要进入地月转移轨道的时候，它的速度会加速到大约11.2公里每秒。然后要泊入月球轨道的时候，它要把这个速度减到大约1点几公里每秒，1.6吧，我记不太准了啊1点几公里，要做一个很大的减速。所以它如果推进剂的量不够的话，它就做不到这么大的减速，那它可能就只能是到月球那儿用它的引力弹弓打一个弯儿，再回到地球了。嗯。解码神秘的前苏联载人登月影片中说到设计局叫586设计局，是指 CC6有几百个设计局吗？CCP 不那个前苏联确实有很多很多设计局。大家请稍等一下，我看看啊，我能不能找到，我给大家看一下。嗯，请稍等。稍等啊，别着急，我看一下我能不能够给大家找到。嗯，但是它的那些设计局也不是完全就一个号儿连着一个号儿排的。OK，我们看一下吧，稍等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大家能从屏幕上看到这个看到了，这个 Excel 文件。我们看，第一列写的是设计局的代号，第二列写的是这个设计局的这个名称，第三列，然后写的是这个设计局的这个主要的负责的研制项目。可以看啊，这就是他们的设计局，包括什么苏霍伊设计局，这都是比较名气比较大的了。然后包括什么图波列夫设计局，包括这个卡莫夫设计局，卡莫夫设计局就做卡52啊什么的，这个在卡50、卡52在俄乌战争中被打下来不少，苏霍伊设计局的苏34啊什么的也被打下来不少。然后这个
还有什么呀？还有像是刚才说到的这个52设计局，就是这个就是叫做切洛梅设计局，那它的那个什么，那个锆石锆石那个高超音速导弹这类的东西，都是锆石设计局的。然后锆石设计局还搞了一大堆的反舰导弹。我正好下一期节目会给大家再介绍一下这个52设计局的这个，做的这个 UR700运载火箭，给大家讲讲那个火箭设计的也是非常脑洞大开的，到时候大家可以也去看一下那期节目，大概在星期一会播出来。嗯，那里面也介绍了这个52局，当时搞了一大堆的这个反舰导弹，因为它主要的研制方向就是反舰导弹，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看那期节目。这块儿的，反正大家现在能够从屏幕上看到的就是苏联的这些设计局，你看看，是不是基本上够眼花缭乱的？然后苏联当时的工业加工水平能达到东岳要求的话，当时的软件系统用的是什么呢？包括芯片工艺水平能否达当时前苏联我估计不要芯片应该根本就没有，它基本上它能用到的晶体管儿晶体管儿可能都很少，应该绝大部分都还是电子管儿。那个时候的整个的这个计算机实际上美国的当时的计算机可能也就是每秒钟能够算个几千次、一两万次，可能也就是到这种水平。所以没有那么强的这个计算机水平，实际上是也可以去实现登月的，只不过登月之后的质量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大概是这样的。对，贝索斯找了马斯克很多很多茬儿啊，就是这个蓝色起源找这个找这个 SpaceX，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对于一家企业来讲的话，这也是一种磨练，跟一个人的成长应该差不多，所以我觉得倒也还可以吧。基本上就是他们还是我觉得还是基本上处于商业框架内的一种竞争。我还没注意今天凌晨的那个一箭多116星，那个是对，不好意思，没太注意，我现在有点儿记不太起来，当时看过一下这个消息。嗯，然后 Boris 上学那会儿，老师说苏联的工业比较粗糙，所以安全冗余就设置的特别高，这会不会也导致了浪费大量资源？这个肯定是会，但是粗糙也有可能导致你的安全系数不足，对吧？当然，大多数情况是这个安全系数冗余量太大，但是也有出现这个不足的地方。因为你这个粗糙是体现在哪儿？实际上就是说，比方说我设计的时候，你就比方说，实际上就是包括这个就前苏联这种体制，实际上中国有点类似嘛，所以我比较熟。它基本上你比方说，对于设计师，你把它比如我可以给它设计的余量留大一点儿，然后那个能够达成这个目标，浪费了一点儿，他不会追究我责任。但是如果我把它做小了，那个然后因为安全系数留少了，然后后来出现了问题，他是一定会追究我责任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作为设计师，从保护我自己的利益来出发，我肯定是把它的这个安全余量做大。这就是没办法，你这个整个你这套体系就是，相当于鼓励人家去把这个余量去留大。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戏。实际上 NASA 它也有这种模式，就是说你不要以为 NASA 就没问题，NASA 也有问题。SpaceX 为什么可以呢？因为 SpaceX 的话，我估计它这个模式就，不是很强。但是它不强之后出了问题，实际上很多雷是马斯克去顶的。你没有看到说，比方说，星舰首飞的时候，那个发射场坪被这个，
火箭33台猛禽发动机的这个火焰给基本上都摧毁了。然后它的这个负责发射场坪设计的人员，负责发射装置设计的人员接受什么处罚？那是马斯克自己把那锅背了。那如果你领导愿意承担这个责任，那我作为设计师，我就愿意去冒这个风险，来适当的降低它的安全系数，使它的安全系数变得更为合理。航空的编制是什么概念啊？我不太清楚。它这个不是航天的编制是指我不知道你指什么。中国大概是主要是这样嘛，它原来叫做航天工业部，最开始叫做国防部第5研究院，就是当年钱学森最早的时候，钱学森就是国防部第5院的这个院长吧，我记得。然后呢5院之后呢，后来就成立了这个航天工业部，只不过当时因为保密的原因，所以不叫航天工业部，它叫第7机械工业部，567的7叫七机部，第7机械工业部。后来呢，又分成了这个叫做航天总公司。然后呢，这个七机部，然后下面大概主要有几个院，第1研究院叫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在北京南园啊，我就是那个院出来的。然后第2研究院呢是在北京的这个五棵松那边儿。那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不搞什么就不用说了，弹道导弹，然后运载火箭。2院主要搞地空导弹。然后第3研究院在北京的云岗，主要搞这个非航式导弹，当时是叫反舰导弹，就有点类似于，我刚才提到的切乐梅的第52设计局，大概相当于这个。然后第4院主要搞的是固体火箭发动机，在西安。然后第5院主要搞的是卫星，还有宇宙飞船这类的航天器，在北京中关村那边，这是5院。第6院在西安，那它是这个主要搞的是液体火箭发动机，也就比方说长征2号、长征1号、长征2号、长征3号、长征5号用的那些液发的100啊、液发80啊那些发动机，都是6院搞的。然后第8研究院原来叫做上海航天局，在上海，像长征4号运载火箭，还有长征6号运载火箭，那就是上海航天局搞的，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儿。米高扬、格列维奇的米格，苏霍伊的苏27，大名鼎鼎啊，是的。法尔肯9、116星都是迷你星，基本上都是给各个公司。对，所以是猎鹰9发射的哈，所以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以后猎鹰9的这种模式，就 SpaceX 这种模式，会让很多很多原来根本就没有能力把卫星，就你可能有一个特别好的想法，用卫星来实现什么，把它商业化，但是你没有那个经济实力来把卫星送上天。但是 SpaceX 现在做了它这么一个 share 以后，它等于它的那些可能它做一个小 unit，每次发射可能50公斤重的，可能也就是20-30万美元，就可以把它送入太空，就可以把这载荷送入太空。所以这就会使很多小公司都可以发射自己的卫星了。未来我们就看，现在的就是大家脑洞大开吧，你想一想，就市场上怎么样，你能够找到一个可以通过发射卫星来有足够的也形成的一种商业模式。如果你能够想到，那么你来发射这个卫星，筹集资金，然后来发射卫星，就不是很难了。等于他给大家创造了这样开拓了一个这样的市场，然后这个市场怎么样去成长，那就看大家去发挥自己的智慧了。那么多疑点，我觉得那些疑点，说句实话，我觉得那些疑点根本就不是什么太多的疑点，更多的可能是国内的一些炒作。嗯，实际上就是像这样的，基本上就那么说嘛，20世纪初的时候，那个义和团不是还说刀枪不入嘛，说那子弹是打不进去的。你非说这个阿波罗登月是假的，我觉得这种说法实际上比较无聊，就是
硬要去解释这个事儿，去费这些精力，不是特别的那个什么，不是特别的，我觉得这价值不大，我觉得价值不大。为什么返回式卫星和宇宙飞船返回的不一样？一个是头朝下，一个是屁股朝下。前两天看印度飞船说是返回舱，也是头朝下。我没太注意印度那返回舱，如果它这个头朝下还是屁股朝下，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它把它的这个防热罩它放在哪儿了？然后，你防热罩如果要是放在了底下，你就这个你就用这个用屁股朝下的方式。如果你是把防热罩放在了头上，那你就用头来这个返回就完了。然后至于具体用哪个来返回，你比方说，假如你里面坐的宇航员，或者说你里面放了很多这个设备有方向性的，要求你就必须得是朝上的，那你的那个就和你的飞船这些设备在飞船里的布置有关了，这是第二块儿。包括宇航员啊，你可以把宇航员也想象成设备，就有关了。不过就是说，如果要是说头朝下的话，返回可能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不用做一个姿态翻转，你不用做这个动作了。你要是想屁股朝下的话，你本身是这么飞的，然后你要你还要做在宇宙中做一个姿态翻转，然后呢，让你的这个底部的这个防热罩，然后呢朝向这个运动方向，然后再进入大气层。如果要是你本身你头朝前飞，就头指向你就这运动方向，然后你想让它这个头进去的话，进入大气层，那你就只要相当于就比更简单的资控动作，就可以让它的这个头进入大气层了。但是前提条件就是你以这个姿态来返回的时候，你里面的设备要能够受得了，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你的那个防热罩要在前面，不是在后面。对，它这个官网上有这个 ride share，然后呢，有按这个重量报价，但它不是说是1公斤1公斤算，它好像是25公斤还是50公斤算一个 unit，我记得是这么，说的。印度的载人航天技术现在肯定还是不行，它还要发展。就是说但未来会不它首先印度肯定是自己要搞载人航天，这是一块儿。另一块儿呢，就是说是我觉得他们最终也能够发展起来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为什么苏联的火箭有点儿圆锥形，而美国的圆柱形，是什么原因？你是指整流罩的这个，外形吗？如果要是指整流罩的话，实际上那个是要结合着你自己的这个工业生产能力、防护能力，然后，依靠你自己空气动力学的这个，计算的。然后，这是一方面啊，就是说是你比方说你的这个动力学计算是这个形状最好，然后呢，你的这个形状呢，你本身呢，这个形状以后也符合你的这个呃材料学上的能力，就是你材料学上这个形状承受的温度啊、强度啊什么的，你材料能够承受得住。还要有一点就是说，你的加工水平要能够加工出来。你像中国的这个整流罩和美国的整流罩，的话，相应它的构型比较复杂，它对你的那个生产的那个加工设备的要求相应来讲比较高。那前苏联的一般的，包括俄罗斯，它因为受限于美国呀、西方的这些限制，所以的话，它的真正的工业化的这个就是说能够加工出来复杂曲面的这个能力就并不是很强。嗯，所以怎么说呢？所以前苏联的，它的那个可能就相对简单一点儿。
大概是这个意思，大概是这个意思。N1火箭感觉就是圆锥，土星啊，你是说火箭的这个总体的这个造型？火箭这个总体造型除了和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说是生产能力有关的以外呢，然后整个苏联的这个火箭的这个设计啊，它都比较怪异。你看那个联盟火箭的那个外形，它里面也是用了好多这个圆锥，然后它那新级就是联盟火箭那个新级，然后外面有助推器嘛，它那个新级也是采用了这个圆锥的这个结构。他们可能觉得那样的话，空间利用率更高，但是那种设计的话呢，会造成它的那种设计就会造成它的生产起来就比较复杂，成本就会比较高。像美国的那种设计，包括中国的啊都是这种圆柱形，相应来讲，制造起来就是比较简洁，但是缺点就是它可能牺牲掉了一些空间利用效率。等于这个呢，是总体设计上的一个设计思路吧。这倒没有什么特别的对错，那就是说看，大家怎么看了，就真的是看大家更偏向于哪个了，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别。俄罗斯不是，俄罗斯有研制过这个氢氧，嗯，呃，叫做什么呀？呃，就是这个氢氧发动机。事实上，我们看啊，就比如 Gushko 的这个456设计局，它主要做火箭发动机的嘛。那它的这个 RD 系列发动机，RD 你看我们一说就什么 RD107就是联盟火箭用的，然后这个美国阿特拉斯运载火箭用的是 RD180，然后还有这个俄罗斯这个用的这 RD170发动机，这类发动机腰打头，这些发动机使用的这个推进剂都是液氧煤油。然后你再看，就是我那里面提到的，它那个，呃，就是说包括这个质子号火箭用的 RD253发动机，还有这个 UR700火箭用的 RD270这类发动机二打头，表示的是它用的是偏二甲肼四氧化二氮。然后我记得好像它如果要是这个RD 零打头的，应该就是这个液氢液氧，就给它的那个序号里面就留的就是液氢液氧的。那他们也研制过液氢液氧发动机，但是他们的研制出来这个推力都不是很大，就不是俄罗斯的这个氢氧发动机的技术不是很过关，这是一块儿。然后四打头的是核动力的那个发动机，就是核热发动机。那还是那句话，我在我星期一要播出介绍这个 UR700火箭的这期节目里呢，就会提到，它有一款叫做 UR700A 火箭，它的第三级和第四级根据它的原来设计方案就是要使用核发动机的，那使用的就是 RD0410发动机，0411发动机。然后原来还打算研制一个 RD 410发动机，是要给这个呃就是现在的质子号火箭的上面级来用的。只不过最后发动机的研制没有成功，所以质子号火箭上面级现在还是用的是有毒的偏二甲肼四氧化二氮的这个发动机。俄罗斯的发动机是不是苏联解体后就没更新过？这个话说的不是特别准确，应该这么着说，实际上俄罗斯的这个发动机就像俄罗斯的战斗机一样，等于苏联解体之后，它没有真正推出过什么，
全新的型号，它基本上是在旧有型号上进行修修补补出来的。就像苏 -27出来之后，什么苏30、苏35、苏37这几型飞机，基本上实际上就是苏 -27的衍生型号。那只有那叫什么？A50吧，还是叫什么呀？那个苏47，那个飞机那才算是全新研制的，但是那个直到现在了，还真的没有真正形成规模化的这个装备部队了。那俄罗斯的这个发动机也是这样的，对，俄罗斯在氢氧发动机上的使用是非常少的，嗯，这是真的。嗯，well，行，把这个设计局这个就先关了吧。反正大家看到的这些，有这么多好怪的设计局，我基本上我都不知道它还有这么多设计局呢。大家现在还有什么别的这个想要跟我一起讨论的吗？如果要是没有，我可能今天的这个直播暂时就要到这里了。看看啊，为什么火箭不能更换燃料种类？这个东西反正说起来就是比较复杂了。不同的燃料种类，先别的不说啊，先说它这个燃烧的配比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是你比方说，一个甲烷分子和这个氧气进行燃烧的话，那么它是要和一个甲烷分子要和两个氧气分子发生反应，对吧？然后呢，如果要是这个氢的话，氢气和氧气发生的这个反应的这个比率的话呢，那就是什么呢？相当于是四个氢分子和两个氧，所以氢氧比例是4:2，就是氧化剂和那个还原剂、燃料和氧化剂比例是4:2。然后呢，如果要是甲烷和氧气的话呢，是什么呢？是1:2，它这个比率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燃料之间的密度也不一样，燃料的密度不一样，就是这个比例不一样，密度不一样，首先造成就是你注箱的大小就没法定，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注箱的话，实际上它那个也是按照你是什么样的燃料来做的，然后你的燃料供给系统也是要按照这样的比率去输送这些，呃，这个氧化剂和燃料进入燃烧室的。所以如果你要是想换这个燃料的话，你等于你那个燃料供给系统，你要做非常非常重大的调整。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使用多燃料的发动机，一般来讲就不是特别现实。但是稍微现实一点儿的是，未来去火星，然后假如我们真的开发火星的时候，那时候有可能会想一想来研制这个多燃料的。但是在那种情况下，等于就是说你的使用其他的，它肯定是以一个为基线，比如我以甲烷和液氧为基线，在实在不行的情况下，你可以用液氢和液氧，但是你的那个液氢液氧达到的水平，发动机的就是说当你的这个正常情况是使用甲烷液氧的发动机改用液氢液氧的时候，你能够产生的那些推力什么的那些性能指标水平，是远远达不到正常的液氢液氧发动机的这些水平的。等于你最多，但是即便是这样的话，那个研制也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现在的话，我们现在还远没有走到那一步，现在还是要先把，只用这个，嗯，不能够换燃料的发动机，要先把它搞好。嗯，OK。然后中国航天技术很多地方的确已经超过俄罗斯了，然后中国的这个液氢液氧发动机的水平是远高于俄罗斯的，中国的氢氧发动机的水平现在是要远高于俄罗斯的。中国现在的无人登陆器方面是不是可以说是世界最好的，成功率最高的？
我觉得提成功率这个概念意义不大，关键看你完成什么任务。那个说这个登陆器最好的，这个可能就更谈不上了。我觉得你能够你就比如吧，美国在2010年左右那个技术，勇气号，勇气号好奇号火星车、毅力号火星车，中国现在的包括在月球上的那个玉兔啊什么的那些车的水平，恐怕离好奇号，不要说和好奇号那什么比了，可能中国现在的那玉兔号的水平大概比美国在20世纪末的时候的那个火星那个旅居者号这个火星车的水平要高一些，还没有到嗯这个勇气号和机遇号的这个火星车的水平，就中国现在的玉兔2号啊什么的这个水平。然后至于返回这一块儿的话，我觉得人家以前美国在70年代就能够把人从月球返回了。美国在七十年代就60年代、70年代就能够把人返回了，那你中国到现在到嫦娥5号、嫦娥6号才能够返回。至于你说嫦娥6号是从月球背面返回的，那个技术含量没有太大，多发射一个中继星的事儿。俄罗斯的火箭技术从苏联解体后没有迭代了，反正俄罗斯的火箭技术从苏联解体之后，基本上就属于了一种停滞的阶段，小修小补吧。他那时候联盟火箭就已经基本上就是定在那儿了，现在所进什么联盟2.1什么的那些的都是小修小补。然后中国有核电池吗？有，但是中国的在航天器上应用的这个核电池的这个水平还是，比较低的。你像美国的那个勇气号，不是勇气号，那个什么，那个好奇号和毅力号那个火星车上用的都是核电池，那他们的那个工作时间都已经7、8年，差不多是这个水平。包括凤凰号火星探测器上也是用的核电池。像美国的这个最早用核电池的，很早，你比如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那个海盗1号、海盗2号就也是核电池。那中国现在的核电池的水平，第一个就是发电能力，大概只相当于美国的核电池的1/5、1/10到1/5，大概发电能力就是这样。这还是在俄罗斯的帮助下来搞的。我在我的这些系列节目里有专门一期节目讲中国，就讲核电池这一块儿里面谈到过中国的核电池的水平。您可以去我的那个以前的节目里去查一下，就是讲那个核电池。中国的核电池到目前为止可能还是比较差的，只不过中国现在你像，我知道的比较，靠近目前的状态的核电池应用，就是在玉兔号上的这个核电池嘛。玉兔1号的核电池，那时候大概性能还很差，那只能够保证就是不能够让玉兔号在这个月夜中工作，不能够让玉兔1号在月夜中工作，只能够保证就是说有它的存在，然后玉兔1号上的设备不会这个损坏。然后玉兔2号呢有所改善，但是呢也还是有一定差距。相关的这些更详细的一些内容，我都在我那期节目里有过一些介绍，然后麻烦你有时间去看一下。如果要是说中国2030年载人登月的话，我觉得是有很大的这种可能性的。就是，现在实际上航天已经进展到目前这种程度了，我觉得大家不要特别去关心我什么时候去实现这个载人登月，我觉得大家更要关心的是登上去以后干什么。这个要远大于，能不能登上去。因为登上去这件事儿，那美国在1969年到1972年就已经最少证明过6次了，就不用太去讨论了。
现在我们再去做的话，不要重新发明车轮，我们要做的就是去了月球以后，我们到底想干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抛弃这个，这就是只是说把人送上去，那我觉得2030年应该问题不大。电动火箭，啊，这个真是超的太厉害了。对，旅行者也是核电池，但是旅行者应该晚于海盗号，我记得啊，旅行者好像是晚于海盗号的。就海盗号两个海盗号，海盗一、海盗二应该比旅行者更早一点儿，似乎是这样，我有可能记错了。嗯，OK，那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了，我就今天就可能直播也稍微早一点儿结束，现在也有1个半小时多了，那今天我就稍微早点儿结束了。还有，还是去火星，最近可能发现有热态雪了。对，火星现在第一，这个水冰是肯定有的，然后液态水也是在前段时间就发现了。先驱者10号和11号是不是核电池？这个对不起，我得去查一下，我脑子不是数据库，我得去查一下，我得去查一下，嗯。嗯，行，那如果要是那个大家如果暂时没有什么别的问题，我今天也就稍微早一点结束，今天我也稍微有一点累。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我下礼拜一会放一个这个，就是介绍这个 UR700火箭的，也欢迎大家到时候去看一下，因为我今天这里面提到的好多内容，实际上在那期节目里也会有一些，呃，更清晰的解释吧。非常感谢啊，然后谢谢这个 YDW，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啊，非常感谢。好，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这个陪伴。那我就，和大家在这儿说再见了，那也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